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苗讲堂，这是李老师在多伦多给大家分享种菜经验。每年新年刚过，就陆续会有人来问，李老师帮我看一看这个菜苗怎么了。我想根据这些年种菜的经验，把这个育苗当中有代表性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该育苗，育苗当中该注意些什么问题，怎样培养出好的苗出来。疫情开始以后，家里面成了最安全的地方，很多人在家里面闲着，那种菜成了最好的选择。那进入1月份以后，陆续大家就会开始做准备了。但对于育苗往往会两种态度，有的朋友呢觉得育苗的话很复杂，过去有没有干过，不敢尝试，比较喜欢从苗圃买人家育好的苗。这样的话说起来实际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一种选择，买到的苗一般质量都有保证，比较容易成功。但是呢不好处就是成本比较高，选择性少。那自己育苗的话，只要掌握方法，它既有趣又有省钱，又能保证它的质量。但还有的朋友的话，他育苗很积极，看到最早育苗的就是1月份就开始了。但是1月份育苗往往问题都比较多。那种菜的话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苗好一片，苗差的话白忙活。种菜使用的壮苗很重要。壮苗有什么标准呢？壮苗的标准就是矮壮敦实，茎秆粗壮，叶片深绿，有2到3片针叶，根系完整发达，苗龄适当。这样的苗长势强劲，和人一样有强劲的身体，才能更好的抵御病虫害，才能达到高产。那不好的苗会什么情况呢？不好的苗就像这个鸡肋，丢了可惜，留下来它实在是值不得照顾，因为要么莫名其妙就死掉，要么就一会得病了，一会被虫咬了，生长起来它长势不强，怎么施肥都不长，那开花结果少，耽误季节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问题的话4个方面，直到大家留心注意这几点，新手也能培育出专业级的苗。第一点，苗龄过大。我们拿到种子以后，种子袋上它一般都有建议的这个播种时间，什么时候该播种，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个时间，不能播得早，也不能播晚。苗龄过大的后果是幼苗衰老，根系发育不良，提前开花，但果实很小。那捷达到苏苏尔品种的最佳苗龄在25到35天。记住这一个，几乎可以适用所有的品种，个别品种有特例，但是呢那个不多。你只要保证25到35天不会错。在多伦多最早育苗的1月份就有人，那陆续2月份3月份都有。但实际上我们能栽出去的时间就是5月10号左右，这足足4到5个月的时间。它什么结果？第一，照顾起来麻烦。第二一点，任何一个苗它都是一个个体，它这个个体对这个生长空间就有一个要求，空间要求宽敞，还要求有充足的阳光。所以在小的空间里面生长，不是太适合的空间里面生长，长出来的苗就形成老头苗。老头苗的结果就是未老先衰，严重影响产量。所以苗龄一定要恰当，就是根据无霜期5月10号倒推25到35天就可以了。另外的话，很多朋友会对这个辣椒苗、雀子苗、番茄苗提早育苗，因为他的感觉就是这些苗喜欢热量，夏天短，如果不提前育苗会不结果，想给它多一点时间。但是呢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有效基温的问题，那我们在育辣椒苗、茄子苗、西红柿苗的时候会详细的分解。第二个，幼苗徒长又高又细，这非常典型的例子。像这种苗就是典型的徒长苗，细细的，高高的，甚至像豆芽菜。我们刚才说的矮壮敦实，就是高度一定不要超过15公分。徒长原因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光照不足。如果有测光仪去测，现在露天阳光照着的时候和我们向南的窗口一测，差了3倍到4倍。那向南的窗口和向北的窗口又差了3到4倍。光照是植物生长的能量来源，
植物生长需要这个光合作用，只有光照强度有保证，它才能合成养分，保证它自己生长发育的需要。光照不足，那小苗它有趋光性，它就往这个光照强的地方去长。所以的话，我们自己要在家里育苗，要添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育苗灯。这个灯挂起来，高度不要太高，太近会灼伤小苗，太高光照强度没有保证。第三个，温度不合适，不同的品种它对这个生长的温度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介绍过，蔬菜的话分两大类型，暖季型和冷季型。那说起它的温度可能会很复杂，但是我们今天记住最重要的一点，20度这个温度是一个分界线。我们室内人感觉舒适的温度就是在21度左右，那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分界线。那好了，我们培育冷季型的品种，比如说豌豆、蚕豆，这20度刚好是它发芽最好的一个温度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刻意去加温。那暖季型的品种怎么办呢？暖季型当中，比如说南瓜、西葫芦这些品种，这20度就不够，要25度。那喜热的品种，秋葵、苦瓜、茄子怎么办呢？很多人觉得这个小苗不长，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满足它的温度要求。像这些苗的话，就需要30度到35度的温度。怎么加温呢？也不需要很复杂，这是一个育苗用的电热毯，找一个桌子或者地板上，把电热毯放起来，把育苗盘放上去，育苗盘上边通常有一个盖子盖起来，那它有一个温度控制器，调整到30到35度。另外一点就是哪些蔬菜需要育苗，哪些蔬菜不需要育苗。这个育苗是一个耗时耗力的事情，所以不需要每种蔬菜都育苗。那怎么鉴别这个问题呢？首先一点，我们种子公司买的袋子上都会有这个详细的说明，比如说它写的是 transplant， 这个那就是说需要育苗的，他说 direct sowing， 那就是不需要育苗的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鉴别的方法，就是小种子通常都不需要育苗，直播就可以了。那有的朋友会问，什么叫小种子？我们的2个手指就是鉴别的最好的工具。我用2个手指去徒手去抓，能抓得起单独的一粒的，我们最好是育苗。徒手去抓不出一颗种子，而是抓了很多颗的，那就说明它是小种子，就直播就可以了。这种方法很简单。另外一点，像胡萝卜、大萝卜、樱桃小萝卜这些品种，它是长根系的。如果我们育苗以后，往往在育栽当中会伤到它的根系，就影响它的膨大，所以这些品种的话就不能育苗，最好是直播。另外的话，刚才说了大种子要育苗，比如说蚕豆、豌豆这些容易这个被动物刨，种子也大，最好是育苗。那生长期长的瓜果类也需要育苗，但这些育苗比如说是坎瓜、丝瓜、苦瓜、西红柿啊这一类的，它育苗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通过室内的这一段时间，这1个月的时间来弥补它在室外生长的温度的不足，所以我们需要育苗。那最佳育苗时间的推算，记住每一个地方的霜冻结束的日期。那多伦多霜冻结束的日期最可靠的在5月12号左右，每年有点差别，但是呢，记住这个时间，再往前推25到30天，这就是最佳的育苗时间。那温哥华的时间有的时候是在大概5月5号霜冻结束，那相应提前到3月中旬下旬，
全世界各地的群友都有，你就根据你所在的地方霜冻什么时候结束，来倒推最佳预苗时间。